Real 微醺，一个人的小酒。Real 微醺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哎，老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你啊！哎，那件事不是都已经解决了吗？你给老朋友摆什么脸色啊？哎，不过你现在发达了，有那么一个有钱的女婿，看不上我也是情理之中。哎，什么有钱的女婿？你可别胡说八道啊！哎，这是好事儿，别藏着掖着。难道你怕我找你借钱啊？我女儿还没嫁人呢，哪来什么女婿啊？哎呀，就是上次你替我担保的那100万，是你的女婿替我还的。啊？什么？爸，叔叔，小妍，你出来，叔叔跟你说一句话，好吧？小妍，坐。好。叔叔，你是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你是真心喜欢我们家星星吗？是。我能遇见她，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。你不觉得我们两个家庭差距太大了吗？不过你放心，那100万我一定会还给你。叔叔，你千万别误会。其实星辰5年前的初恋对象就是我。5年前我们很相爱，后来我得了一种病，彻底忘记了他。他等了我5年，我找了他5年。现在我想起了一切了，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把我们分开。算了，你们年轻人的事情我也搞不懂。不过你要敢欺负星星，我一定饶不了你。叔叔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这家酒店和我爸有协议，安保很严格。你呢，就在这安心的休息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人走漏风声。你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你的人生你自己做主，只要不伤害其他人，就没有人有资格评头论足。好好休息吧，网上的事情我来处理。不用，我自己会处理。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犟呢？就不知道主动来找我是不是？那你喜欢吗？你猜？肯替我挨鸡蛋，我猜你喜欢疯了。那你呢？钱我会还给你的。什么钱啊？之前我爸替别人担保的那100万，我今天才知道是你替他还的。我们是一家人，干嘛要分那么清楚？哦，不用让我还。那好吧。之前我还想说直接在工资里扣。你说什么？你不是说只要我爸妈接受你，你就回去吗？干嘛？一辈子赖在这儿？你再不回去，黄主任就要骂死你了！晕了，快放下！
韩医生，嗨，你回来了。就你自己？我有些事想请教你，所以我没有告诉他。你是想问他的病情？我想问他现在情况是已经痊愈了吗？如果是因为身体的损伤所导致的疾病，通过手术和良好的恢复就可以痊愈的。但是因为情志的变化所造成的心理伤害，只能通过时间来确认他的恢复情况。所以他还是有可能会忘记我。这个我确实没有办法给你确定的答复。你不会是想放弃景致了吧？一个风险低、投资回报也低的项目，和一个风险高、投资回报也高的项目，你会选择哪个？作为医生来说，通常会为患者选择低风险并且相对稳妥的方案。但是从我的职业出发，风险越高，收益越大，这是风险价值。所以你放心，这次我不会放弃了，我要赌一把。聂秘书，你果然不在家。刚回来第一天你就敢旷工，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。我能不能过2天再回公司啊？至少得跟总裁办的同事们打声招呼啊，不然我都不好意思面对他们。那你就忍心让我一个人去上班？亲爱的严总，再不出发，您可要迟到喽。晚上见。好，晚上见。每个女人都有追求美的权利，我也不例外。只要我没有伤害别人，那么我认为你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来指责我，因为我甄念今天所有的成绩都是靠我的努力、实力而得到的，不仅只是因为外表。你们也许接受不了，但没关系，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负责就好。哎，不愧是我赵远芳喜欢的女人，有个性。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厅做新闻发布会的直播，甄小姐也算是娱乐圈第一人了。节省人力资源，低碳环保，不是很好吗？甄小姐，你还没有回答我昨天问你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
赵总是在邀请我做你女朋友吗？甄女士，我是想让你对我负责。那么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聚会好玩吗？什么时候结束？我去接你。不回我，小场面 hold 得住。守护爱情，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。哎呦！关了！哎呦！哎呦！我跟你们说呀，太开心了，好久没这么开心了。聂秘书啊，自从你走了之后啊，我真的是担心这帮孩子们工作上出问题，我又怕那老板啊心情不好。你看我这抽的，这白头发一层一层的，看我这褶子一坨一坨的。但今天真高兴，老板今天不是夸你们了吗？说明大家的工作做得挺好的呀。以我男人的第六感推断，老板突然心情变好，肯定是跟女人有关。不可能！哎，我们挖了老板那么久，这严总身边就只有甄念一个女人。你说甄念被曝整容之后，他就躲起来了。你说巧不巧？严总就突然消失了。你说他们俩没关系，我都不信。哎，露露，甄念，你说她怎么了？你家是断网多久了呀？星辰姐，你不知道啊？那你看，我真羡慕甄念啊，有一个这么关心她，又对她不离不弃的男朋友。哎呀，行了，不说那个了，咱们这样，咱们集体共举杯，祝老板和甄小姐顺顺利利、开开心心，我们也好接点光，是吧？哎，对，对，干杯！来，这么关心我的私生活啊？严总，您来了。我有件事情忘记交代了。那老板，那您坐着说。你坐吧。我还是站着吧。我的首席秘书空缺很久了。哎呀，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。您看啊，这个是剑桥大学毕业的，刚毕业，没有工作经验，不合适吧？那您看看这个，这是世界500强的秘书，36岁未婚，他打算工作期间结婚生子吗？会不会影响到工作呢？这我没法问人生孩子。那个找秘书就跟玩游戏一样，要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英雄，太不容易了。这话说的对，你瞧我们严总，这一挖就挖到了我们聂秘书。哦，那个聂秘书，你回静海之后找到工作了吗？还没找到。严总在找秘书，你在找工作，这不又让我们大家重新在一起了吗？这是命运之神又把你指引的重新回来了。星辰姐，赶紧重回我们的怀抱吧！聂秘书应该很清楚，
我从来不给别人第二次机会，你已经3番2次的辞职了，我已经算是网开一面了。聂秘书，严总等着你答复呢。星辰，你这一次可不要再犯傻了，不就分个手吗？千万不要为了这个渣男，把自己工作都给搭上了。就是，我们星辰姐，严总都离不开的女人，那个人竟然不懂得珍惜。星辰姐，让我们重新找一个比他优秀10000倍的男人，忘掉渣男。喝酒，谢谢。就是忘掉渣男。严总，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为公司服务的。难道公司吸引你的只有招牌吗？当然不是，还有您作为领导人的能力。哦，来，那就请聂秘书多多关照了。感谢严总厚爱。Yes， 欢迎聂秘书回归。来，欢迎，来，干杯，欢迎回来。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的伯爵旅拍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我跟那个童心叫了代驾，你们怎么走啊？啊，我们，哎，我们一起走。你跟我走。行，我跟你走。聂秘书，你怎么走啊？他跟我走。那拜拜。哎呦，小姐，你都谁呀？能说一下你跟原公司老板赵远芳是什么关系吗？你看到赵远芳和甄念的恋爱照片有什么感想吗？恋爱？你们有任何问题，直接去问当事人就好了，我们不会回答任何问题。甄念是插足你和赵远芳的第三者吗？我和赵远芳先生是同事，也是朋友，仅此而已。有远达职员爆料称你是公司的老板娘，赵总身边的女性朋友也证实了你的未婚妻身份，请问就这个你又作何解释呢？这个剧情有点乱呢。原来赵总就是那个渣男。甄念不是跟老板在一起吗？静观其变。我和，反正我。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公开声明。6年前我认识聂星辰开始，她的男朋友只有我一个。甄念和赵远芳，我们只是朋友，我们的感情没有任何第三者插足。今天到场的媒体我都记得了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如实报道。谢谢大家，让一下。哎，独家，赶紧去发稿。原来星辰姐跟老板在一起啊！老板刚刚也太帅了吧！不对，我刚刚是不是吐槽星辰姐的前男友不懂珍惜来着？你这算什么呀？我是不是还说老板是个渣男？啊！完了！早就跟你们说不要那么八卦，不要八卦，就是不听。反正我是什么都没说。我也什么都没说。多亏说的是自己老板，也就半个月工资。我前面喝酒是吧？哎，对，有点烟。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赵总。不对，现在已经这么多集了，我应该不会再被他回实习生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赵远芳怎么一直不接电话呢？甄念那边呢？甄念也不接电话。你知道甄念是我的大学同学吗？知道。上大学那会儿，他就很努力，也是因为他坚持不断的努力，才有了今天的成就。而且现在追求美的女孩子那么多，我真的觉得网上那些留言对他太过分了。你这么为他说话，你就不记恨他之前做的事吗？他追求喜欢的人也没有错啊，而且那会儿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们公开关系不会让事情复杂化吗？我当时只想到这么一个办法，我不是故意要公开的。没事，
反正大家迟早也会知道的。现在能化解一桩麻烦，也是好事。我现在终于名正言顺的成为你的男朋友了。怎么一篇报道都没有？这记者都干什么吃的？喂，严总，网上关于您和聂秘书的不实传闻已经全部撤下来了。如果再有也不用你们管。这样，我看你们谁还能审？又不是发给你看的。果然还是黄主任认真有效率。哈，用你说，郎才女貌，羡慕羡慕，那是当然了。大家早，走早啊，走。星辰，这个是我从国外找代购买的眼影，我觉得特别适合你，你留着用呗。啊，不用了，我家里还有呢。眼影又不嫌多，换着用才好啊！啊，好，谢谢啊。星辰姐，这是我们家代言的巧克力，特别好吃，送给你。希望你跟老板以后一直甜甜蜜蜜的。你不要拒绝我啊，不然我会伤心的。好，那等一下大家一起吃。坐，干嘛呢？啊，别把社会那一套带到办公室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赶紧工作去。聂秘书，这个是我最新研究的养生泡脚包，我让我老婆试过了，效果不错，专治这个女性的内分泌失调、失眠多梦。然后谢谢黄主任，效果特别好。黄主任，还有大家，你们今天送的礼物我就暂且收下了，我全当大家给我的一个祝福。但是呢，以后我希望咱们还是能跟以前一样相处，千万不要因为我跟严总的私人关系，给大家的工作造成麻烦。说的太好了，我领悟到真谛了。老板娘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工作上要更认真，为人上更低调，千万别让别的部门看我们的笑话，觉得我们有老板娘的撑腰，我们就膨胀了，我们就忘本了，对不对？别点头，就说你呢。那个老板娘，别低调了，老板都刷朋友圈秀恩爱了，我们全都看见了。刷朋友圈了，朋友圈啊，秀恩爱，低调，泡脚，别忘了泡脚。朋友圈，艾露姐，这个方案我已经改好了，谢谢。是，还差一点，没事，等会我看一下。
二位，最近呢，网上有很多关于我们的新闻，那大家也是认识了很多年的朋友了，都是彼此生命中很重要的人。我也不希望，我也不希望，认真听讲。我不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被那些不实的新闻所影响，所以今天约大家出来聊一下。的确是有些问题需要解决。你之前拿我们星辰躲的那些风流债，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名声。你难道不需要给个交代吗？大家都一样啊，你之前不也拿我们家念念当挡箭牌的吗？什么订婚啊、结婚的新闻稿满天飞啊！你当时如果不那么高调的话，现在也不会有人拿你们的关系炒作呀。哦，再来一块儿啊！你看他俩多恶心！我知道你喝不了冰的，我帮你捂热了再喝。打扰一下，您这桌还有一份赠送甜品，请问需要什么口味的？我不吃甜的，你们随意。你不吃的话，给星辰来份草莓味的吧。啊，不用了，他现在换口味了，他现在喜欢抹茶。抹茶，好的，请稍等。哎，我帮你。其实我今天还有一个目的，我觉得就算我们公开澄清我们的关系，网友也不一定会相信。那不如我们就通过实际行动向大家表明我们关系很和睦，那些不实的传言就不攻自破了。昔日情敌，共进晚餐，八卦新闻最爱的噱头，这主意确实不错，不费力还能扭转舆论导向。我让经纪人跟进一下。聪明。赵总，会打台球吗？会啊，我的对手都是职业选手，你行吗？千万别打脸。哼，走着。等我回来。我们上次见面还是在景致办公室吧？可不是嘛，你们俩还给我演了一出好戏呢，而且还是付费演出。你也可以理解成是我借机打击报复你。我决定放弃这段感情，不是因为输给了你，而是因为输给了他。这5年来，他拒绝身边所有女性的示好，还肯花心思设身处地为你的未来考虑。我真的很羡慕你。虽然景致不善言辞，但是内心还是很重感情的。你在他身边5年了，你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。我知道，他虽然给不了我感情，但在事业上给了我很多帮助，我仍然是感谢他的。现在呢，我终于可以坦然地祝福你们了。他真的为你做了很多，你们要一直幸福下去。谢谢你啊，真念。不过啊，我刚刚知道你跟赵远芳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挺惊讶的。说实话，我也没有想过我会跟一个花花公子谈恋爱。不过，他也不是像他表面上看着那么不靠谱。以前他一直不愿意交女朋友，说太麻烦了，但是现在他愿意公开承认你们之间的关系，说明他是已经深思熟虑过的。我觉得你应该相信他。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我很开心，可以活出真念原本的样子，不用再像以前一样压抑自己了。但是至于到底能走多远嘛，也无所谓啦。哎，那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可以做朋友啦。当然，吐槽颜赵联盟。你不是说送你回家吗？来这儿是为什么呀？子越，你最近注意力总是不集中，我很担心你，万一做手术的时候也出现这种状况。谢谢你的提醒，我会注意的。我很喜欢现在这种感觉，
每天跟你一起上班，下班后可以一起散个步，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子玉，我知道现在说这些不是好时候，但是我实在不忍心看你继续消沉下去了。我喜欢你，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喜欢你。你怎么会？我一直把你当朋友。我是为了你才回国的。子玉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，我们都是最佳搭档，没有人比我们更适合彼此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在等你，但我现在不想等了。那我也祝福你跟白医生。原来他是这个意思。什么？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接受。是因为童心吗？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适合你。没错，曾经我想过，如果结婚的话，妻子应该会像你一样，完美到无可挑剔。可是当我认识了童心，她不断地刷新了我对女生的认知。跟她在一起，我是真的很开心。你爱上他了？我不知道爱是什么样的感觉，但是我知道，童心对于我来说跟别人不一样。感觉并不可靠，子玉，我们认识快10年了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、更懂你，这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吗？但是了解，并不能代替爱。对不起，我们只适合当朋友。今晚6点，可以见个面吗？不就是见个面吗？我在怕什么你好，请问今天还营业吗？有人约我来这里的。你在这里做什么呀？Find the wind, chase it down. You came up, burned me out. Half awake on the road. Time misplaced and lasting. I'm spinning around you. I'm spinning. 你怎么会打扮成这样啊？我查了一下街的造型，我以为你会喜欢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粉丝告别会，
从今天起，你就不再是我的粉丝了，我也不再是你的偶像了。真好，我果然没有粉错人，就连告别都有粉丝服务。你是我的头号粉丝吗？谢谢你，韩医生，我会记得你唱的歌的。再见。同心，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叫韩子玉。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我的粉丝，而是我喜欢的人。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？名副其实的女朋友。韩医生，你别再耍我了。我是认真的。那你亲我一口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我们还要不要拥抱彼此？用曾经最熟悉的，而现在不远的方式。我这是真爱成功了。放肆，让风平了的心跳再循环一次。电影院求婚，没新意啊。广告牌，星辰不喜欢被围观，怎么就没有一个靠谱的？除了酒店、KTV、商场，你们就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推荐的吗？啊，其实场地只是个空间，最主要的是我们会根据客人的需求定制专属于你们的浪漫瞬间。我只知道你们提供的这些都没有符合我的要求。那严先生，不知可否给我们提供一些女方的喜好，我们也可以有针对性的定制策划。她的喜好？景致。就按照我说的办。好。我不知道有客人在家。分公司的人，具体情况我已经了解了，你们可以回去了。好。我记得你不是从来不叫公司的人来家里吗？事出紧急。出什么事了？已经被我摆平了。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星辰，我饿了，能给我做点吃的吗？我也饿了，可我不想做。那我就吃你了。吃什么？想法。我幻想过无数种被表白的场景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居然是粉丝告别会，以至于我睡了一觉醒来之后，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韩医生的反射弧也太长了吧？不过他能主动表白已经很不错了。那星辰姐，你有没有幻想过自己被求婚的场景啊？不敢想，想的越多，失望越大。
画这么好看，晚上约会去啊？是啊。哎，星辰，我最近暗恋一个男孩，想给他一个惊喜，有什么建议吗？那你可真是问错人了。我这个人最怕准备惊喜了。最怕惊喜。哦。哎呀，聂秘书，忙着呢。那个，你跟严总认识这么久了，计划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我挺喜欢现在的状态的，不着急结婚吧？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哎呀，你不着急，我着急啊！你们3个我最信任的心腹，居然什么都没有问到，我真应该给你们点赞。我还不如信任那2个大男人呢。严总，我们已经做了深刻的检讨了，要不您再给我们个机会，我们3个再试试。不行，现在再去问太明显。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，迂回战术之类的？严总，就按我刚才说的办，听到没？明白。明白。出去吧，回来。最后一次机会。明白。你又吓唬他们了？没有啊。我总觉得怪怪的。哪里怪了？那个，聂秘书，我需要这个月的财务报表。好的，严总。星辰，借一下你的电脑。沙发上呢，自己拿吧。梦幻小镇。干嘛啊？收什么邮件了？这么开心？一个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被我解决了。那恭喜你喽！同喜，明天我不去公司了，我有安排。等你做好饭叫我。幼稚。从这里开始呢，就是我们求婚的主要区域了。聂小姐到时候会从这段阶梯上来，这里就是您求婚的最终场地。进来，把门关上。你们3个都是我最信任的心腹。我今天有个事情要和你们分享，我要跟聂秘书求婚了。严总，您能把这么好的一个消息跟我们分享，是我们的无上荣耀啊！所以，我现在让你们去打听一下聂秘书在这方面的喜好，千万要保密，一定不可以让他知道。严总你就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哎，要不要喊孙秘书和金秘书一起帮忙啊？不用了，他们2个大男人不太适合这个工作。心腹，心腹，心腹。